大家好呀，我是花善里。经常穿越的人都知道，有人就有战争，打仗就是打资源。那为了方便大家一不小心穿越成了日本战国小领主的情况，今天我来带大家考据一下日本打仗买物资要花多少钱的问题。首先呢，就是招人。军队的构成方式在战国社畜系列的武田集团篇里面已经有详细介绍了，就不重复了。招到了人之后，没有经验的人就会考虑装备了。错，之后要考虑的那是维持。人活着就要吃饭，这个问题得先解决，不然还没开战人都跑完了。一般来说呢，作为主力的武士，作战是一种义务，他们会自己带好伙食上阵。但是如果是大战呀，或者预期战斗时间很长，那就得单独补充军粮了。按照大明的习惯，粥呀、饭团呀、米饼呀、煎饼呀之类的都是战国时代的战场主食，其他的还要准备酒、醋、盐巴、辣椒和味噌。其他的副食和调味品基本上就是看战士们自己就地取材了。当时一般是按照一名士兵一天吃5盒米来计算，这个的金钱价值是多少，说法也比较多。我个人最先看到的呢，是战争时每10名士兵一天的饮食消耗为1贯。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装备的价格。首先当然是武士刀，这个差价就很大，有普通堪用的武士刀，有名家打造的宝刀，也有流水线产品。一般来说呢，大刀和短刀2把构成了正式武士刀，或者是被权力者作为礼物赠送的大刀，大约价格是在10贯左右，换算成现在大概就是几十万日元。当然也有名刀等级的，比如招仓孝景条条中就出现了10000匹之太刀的说法。丰臣秀次卖出石田正宗的价格也是达到了400贯。当然真的拿这些东西上战场就过于奢侈了，基本上即使是大明实际会拿出来作战的呢，也还是便宜的武士刀。会有多便宜呢？毛利家文书就记载了，天文3年，也就是1534年，毛利元就被朝廷赐予右马头官职时，他本应向朝廷的事务官僚赠送太刀，但是他一时没有准备，折现作价500文交给了对方，换算成现在也就是几万日元而已。这大概是会实际使用的又不劣质的武士刀的价格。而士兵或者是小武士用的速打武士刀就很便宜了，有些人还会用短刀而不是大刀，那就更便宜了。不过这些你只要知道大概的价格就好了，会用武士刀的那都不是平民，他们出阵作战那是义务，武士刀这种武器也是要自备的。需要你给士兵提供的冷兵器是枪和弓箭，这些东西其实也不便宜。同样是招仓孝景条条中也写下了100匹之钱，也就是数万日元。竹青长枪兵那当然是最便宜的，更贵的工兵消耗还要大很多。基本认为一支铁制箭头的箭矢需要花费的也是1贯左右。鹤茂别雷神社文书中还记载了，需要给工兵装备弓弦，其价格为3具600文钱，也就是说1具200文，换算成现在也就是1万日元左右。那准备好了这些花销，你就做到了最基础的出征准备，开始体验你南征北战的战国将领生活吧。当然准备的这么基础这么抠门的话，多半是在战场上要被下课上反杀的，也就过把瘾而已。想要提升活下来的可能性，那就要继续加大投入了。接下来可以考虑的是防具和马匹。最典型的日本战国防具当然是巨族，大将和普通士兵的巨族品质自然也是不同。关于低价位的巨族的价格，还得看毛利家文书中记录的毛利家穷苦生活。其中有一个账目就显示，曾经毛利家花费650贯给士兵购买了140套巨族，那么每套巨族的价格大约就是4贯600文，换算成现在的话大约就是30万日元。而历史学家山口博则是估算了一套巨族的价格应该为18贯左右，也就是现在的120万日元左右。那除了攻防器具，马匹也会对你的战争有很大的帮助。马匹不仅可以广泛的用于移动和运输，也方便战场上军官们的指挥效率。大名们都要自己饲养马匹，也因为这种重要性呢，马匹的价格不便宜，甚至足以作为权贵们的礼物。事实上呢，毛利元就获封右马头时，回礼中本来也应该包含了马匹，毛利元就还是按1匹马3贯文给折现了，也就是现在的20万日元左右。准备好了这些，你就可以上战场去秒杀上面那些只准备武器不准备防具和马匹的穷逼领主了，会过得稍微快乐一些。然后碰到某个历史上比较有名的领主被他干掉，好歹他的传记中会留下你的名字啊，也算是历史留名了。你问我为什么还是要死？
都16世纪了，你还在拿冷兵器作战，你不死谁死呢？要活命就还要继续变强啊！想一想，不继续氪金你能变强吗？如果想要成为历史上留下威名的大名，火神枪那就是必须要有的，最好是拥有自己的造火神枪的工匠团队。那火神枪这个东西就属于奇货可居了，卖方也是会看人下菜碟儿。由于购买量一般都很小，所以明确的记录也不多，因此现在很难知道大家都是花了多少钱来采购火神枪的。不过也有些许的记录，比如在中式法制史料集中就记录了天正9年，也就是1581年，池田孙左卫门被分配军役的文献。以20贯负担计算，座驾铁炮是2人份，对比小田原众所领驿帐中记录的职人众一天工资50文，那么2名铁炮士1个月的工资就是3贯。假设军役价值是这样计算的话，那么2挺火神枪的价格就是17贯，换算成现在得100来万日元了。其他一些模糊记录火神枪价值的文献，大家换算出来之后，一挺也是10贯左右。那当时的价格应该大致如此。信长公记中记载，长筱之战中，织田信长准备了1000挺火神枪，那光买枪的价格就达到了10000贯左右。这次动员的花费基本是要以10万贯计的，这个逼这么有钱，你怎么打？那我们来总结一下，为了打一场仗，大名们需要准备多少物资？立花文书中呢，其实就有人作为汇总参考的内容。在长筱之战几乎同一时期的天正3年5月，以武勇而闻名的大友氏家臣户次建年，也就是立花道雪，因为没有儿子，而将家督传给了他的女儿立花延千代。当时的让状就被收入到了立花文书中，其中呢，不仅记载了道雪转让给延千代的刀剑、甲胄、马具，还有大友义政，也就是大友宗麟授予了赞赏军功的感谢状。让状中，立花道雪就指示立花延千代为无族人准备30套具足。无族人呢，指的就是没有领地的人，这里可能是指那些只有武士之名而没有领地的士兵。对于这些没有财产的人，领主需要随时准备具足，并在出征时给他们提供。根据同一资料，除了具足之外，立花家还为这些人准备了头盔。道雪还命令储备了15门大铁炮和1门小桶等火器，以及这些火器所需要的硝石和铅弹各600千克。硝石和铅弹这些消耗品当时也是不便宜的，尤其是日本当时并不生产铅，需要从东南亚进口，价格相当的高。立花文书中也提到了，大友氏在当时执着于对外贸易活动，购买铅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此外呢，道雪还要求延千代储备1000担米作为兵粮，当时畿内的米价大约是每担500文，那么1000担米的成本就是500贯了。虽然大米主要是通过领地的年贡来满足，但是对于领地上的人而言，这无疑也是一笔巨大的负担。除此之外呢，立花道雪还提到了城内必须储备盐、水、柴火和绳索等等物资，这些在当时大多数也是通过向领民征集的。然后立花道雪还告诫需要储备金银，贵金属除了可以作为货币使用之外，也会用来给大名的武器做装饰。道雪就要求储备10贯木的银，这大约是37.5公斤。按照织田信长的赚钱令计算当时银价的话，大约是每文银价值200文钱，那么这10贯木银的价格就是2000贯了。那把上面这些林林总总的都加起来，我们就可以看到立花家这种不大不小的武士家族，其军事储备就需要3000贯上下。那么作为立花家主军的大友家又要准备多少呢？要知道，就立花家这16挺火神枪加上其他兵种的队伍，在大友家的决战军队中也就能填满一个阵地而已。而这些储备，战争一旦发生了也就花出去了，打完仗又要重新储备，所以没钱的话，首先战国大名这游戏就根本玩不了。如果不能在战争中获胜，并且扩大领地增加收入的话，大名们光是防御邻国都很快就会陷入财政危机中。这种经济压力也是逼迫战国大名们互相内卷的动力。所以当你穿越成了日本战国大名的时候，就一定要打仗，要扩张。不扩张的大名那就是取死之道。哪怕你就是第一种只能准备攻击性冷兵器的领主，也一定要找一个跟你差不多穷苦的大名干他。不然的话，没有防具的武士们杀敌可能有些困难，但是杀一个拖欠工资的老板难度还是不大的。都看到这儿了，别忘了点赞订阅啊！我们下期再见。